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同人游戏，叫做《双截龙狙击风暴》。这款游戏呢是 UP 主暗影盟主制作的。进入游戏看一下吧。咱们先捡一把像是加特林啊，演示一下效果。这把枪的特性呢是开枪5次就没子弹了，也就是说它有5个弹夹。连击了120下。拿着这枪的时候呢，跳不高。如果想跳高的话，需要按下上跳，这样有一个高跳的技能。那游戏除了有这些武器可以捡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必杀技，后面会给大家演示。这个游戏有一点不太合理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个小兵过强了。这个小兵第一关咱们就后面就会遇到。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，几条命都不够。就是远程扔飞刀的小兵，他那把飞刀呢，攻击距离远，攻击速度快，攻击力还高，出手呢又非常的突然，有的时候3、4个人一起上。如果不讲究点方法的话，可能3、4条命就要扔到这儿了，4刀就可以炸死一个人。看咱们现在的血量啊，掉了一小块，这就是普通一个小兵的攻击力，大概是这样。游戏当中还有一个角色是2代的主人公，2代的主人公呢，红色的吉米。吉米的话，感觉没有3代的比例好用，因为吉米不能捡枪。看地上掉了一把飞刀，这把飞刀呢就是扔飞刀那个小兵用的。一会儿，看，一连串啊！我是捡了飞刀来偷袭他们，好，又放了一个远程的超杀。这个超杀呢，2代的吉米是没有的，所以吉米在处理这些飞刀小兵的时候是非常棘手的。第一呢，吉米不能捡枪；第二呢，他又没有这种远程的超杀，给了我2下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其他的超杀。这个超杀，如果你用出来的时候气槽不够，是掉血的。这是旋风腿，旋风腿的段数非常多。好，带走了，打完 BOSS。游戏还有一个难点，就是每次过关之后，它的血量是继承的。捡一下这把枪吧，98K 啊，这个攻击力非常的高，但是呢，子弹数量只有10发，打完了就没了。这把40米长的大刀，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比利拿着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前 A， 这种跳斩是一个多段的，全打到敌人大概是半格血。但是刀是有耐久的，我觉得我这点血最后可能会交代到飞刀小兵的手里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其他的小兵，如果你拿着刀平 A 呢，也就从头挨到尾。但是飞刀小兵不可以，他扔飞刀的时候，他在屏幕之外，偷袭性非常的高。双节棍的攻击效果，刀碎了，这双节棍的攻击效果呢，和3代基本上一样，非常的普通。本作的主要的道具也只有这些。游戏后面的关卡非常多，我呢只给大家演示3关左右。后面呢你会遇到恶魔城的，还有魂斗罗的，甚至是冒险岛的关卡。当然只是背景，小兵的话还是双截龙系列的小兵，主要来自于2代和3代。
你这些小兵无所谓了，你有多少血都敢和他们打，主要就是飞刀的小兵非常容易一刀，哎，没了。大家看这多突然啊！这招呢是对付他的利器。游戏有一个下蹲键啊，你可以蹲下躲着飞刀，但是蹲下的时候你不能动啊。飞刀的耐久是5发，而且能在空中追打敌人。但一些 BOSS 呢是不吃追打的，本关的 BOSS 应该就不吃。啊，我踢下来了2个飞刀，看这个速度啊，太快了。赶紧处理他。好，这是向后扔敌人，姿势呢非常的特别，有一点像3代的抓头发那个技能。哦，好，起身就是一个大呀，不扔这个大，这条命就没了。太难处理了这个小兵，整个游戏的平衡性，我觉得这个小兵是一个短板。这个 BOSS 很明显不能空中追打，我们试验了多少次也不行。如果一刀一刀的话呢，肯定能把他控死。我还是上去跟他打架吧。BOSS 的话可以压起身。起身你肯定是先手的。打完。好，第3关这个场景大家很熟悉了 ，FC 平台魂斗罗1代的场景。后面还有2代的。这里好多人，咱们就用一下远程的那个技能，它还有穿透效果，可以一起都带走。但是会付出一点代价呀。啊，上面有枪。啊，踢人都踢不过去，踢到人墙上了。跑远一点啊，换一个。哦，这下真的爽。这招就是太好气了，整整1颗技。这把枪施发。这个炮台呢也是敌人，你也需要打的。这把枪咱们需要留着，后面用，因为遇到扔飞刀的小兵呢，还是可以用它来解决的。没了的话，旋风腿可以把这把枪扔下来，换道具的时候，或者你把它用光，或者就用旋风腿。这招就是下上跳，可以跳得很高。地关 BOSS 这就是一个贴图，它没有攻击力。我自己试玩到这的时候还研究了很久，我以为要打，后来才发现下上跳这个技能可以2段之后跳上。2个阿波波。好，这就是打完了一个弹夹。这个弹夹呢不限子弹，你一直打呢它一直有，但是没有敌人了，你没有用。这招是前拳跑动的攻击。哦，我的天，这也能过来啊！机枪都封不住这把飞刀，非常的强势。这个小兵的难度如果调整一下呢，这款游戏我感觉就完美了。这2个阿波波这么抗打，哦，是 BOSS， 是 BOSS。好，又来一关。啊，这个敌人很熟悉了，3代的忍者。咱们又剩1点血了，那这条命估计也会在某一个飞刀上丢掉。别的小兵基本上打不死你，你挂了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飞刀小兵的问题。用一个大跳。不然呢，你是跳不过来的，这把枪太沉了。啊，这射速非常快啊，而且关键它不限量。
咱们换一把枪吧，虽然这把枪很多人羡慕，但是呢，还是来这把攻击力高一点。10发大概也就能解决1波多一点。有个别的情况，版面会卡住啊，我遇到过，确实有这个 bug， 就是你再也不能往前进了。阿波波也是一枪。这两把枪呢，一个射得多，一个射得狠。如果你使用加特林的话，你的子弹发射当中被敌人打断了，那么这梭子弹呢，就算是没白用。你的弹夹是不消耗的。哦天，这阿波波太狠了吧！对，还跟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 BOSS 的一些特性。就是一般的轻版2D 动作游戏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从 Y 轴来接近敌人，对吧？但是本作的 BOSS 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他在 Y 轴的攻击范围是大于你的。你在 Y 轴接近他，你先挨打，所以说你只能从正面利用速度来接近啊，这点其实是比较难的。我之前玩过一些同人的双截龙游戏，也是这个特点，就感觉非常的别扭。同样是2D 的轻版动作游戏，这样就打法就需要变化。阿波波能打到我，我打不到他。哎，把他推到坑里去了吧？看一下，是的，推到这个坑里了。这个坑不能下去啊！双截龙2代的第一关，魂斗罗2代的第一关，大家知道，这个坑是能下去的。这里如果掉下去就是一条命。斜坡的这个地方其实特别的别扭。魂斗罗的话，它就是一条直线，但是放到这里呢，它还是有一点这个宽度的，所以你这个水平就找不好。好，第一关的 BOSS 在这里。好，这里会打2个 BOSS。这个 BOSS 其实非常的狠啊，咱们尽量和他远程来打。他近身的还有中段的攻击手段非常丰富，而且判定强，攻击范围也远。咱们的小短腿还踢不到人家呢，人家就可以用拳头打到你。哦，这招的攻击力很高，耗了1格气。那压他起身。好，在这等他。最后一记铁膝盖，铁膝盖和旋风腿的超杀是一个按键，本作有3个超杀按键。那旋风腿直着按就是旋风腿，推前就是铁膝盖。这个 BOSS 看起来非常的重，推不出去。那打完这个 BOSS 呢，咱们就先给大家演示到这儿了啊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